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议员1365跟2377的 KVK 正在进行中，也是顺便跟大家更新一下他们现在外交的情况是已经确定了。就如我之前所推测的一样，2377将会和2293还有2934合作，至于1365就会和1718还有3310合作，等于说俄罗斯父子还有 Chescu 要对上巴巴。这个时候就要看巴巴的诅咒比较厉害还是 Chescu 的诅咒比较厉害了，但是我其实对2377比较有信心。当然这个是我个人感觉而已啊，我个人感觉365的实力可能没有像以前那么强了，但是在这一年来2377的能力是越来越强，最主要是2377那边有一张王牌，就是俄罗斯父子。当然各位也看到我今天的标题了，就是说俄罗斯父子他们又爆兵到20亿了，但是今天刷新了新的高度，21亿。首先是俄罗斯儿子 Mr. Hope 的账号，他从原本的18亿战力变成21亿，消耗了将近3400万的宝石各位可以从画面上看到，原本他的资源是有2000亿的，今年他们所消耗的宝石肯定是消耗超过这个数目了。至于俄罗斯父亲，他的账号其实跟他的儿子是差不多，就连一开始的战力还有最后的战力都是一样的。总的来说就是这两个账号肯定是要共生死的，不管是战力、击杀还是要拥有的宝石之类的，全部都要一致。不过这一次比较起上一次提升20亿战力呢，是已经做足了准备，不管是资源、宝石还是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之后才提升战力。那他们训练部队的过程呢，这里我就不放出来了，有兴趣的观众可以直接去看他的频道。在我的频道我们只是看结果，看他到底花了多少的钱，训练了多少的部队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两个账号到底花了多少的资源还有宝石。那么说实话，这一次他们所训练的部队其实没有像上一次突破20亿战力这么多，但是一个账号 3.4 亿战力的提升都已经有不少了。而且各位要记得，这个是俄罗斯父子的账号，也就等于说可能都是同一个人开销的费用，相当于他们提升了 6.8 亿战力。一个账号在今天训练部队都已经消耗了将近600亿的资源，这两个账号加起来都差不多1300多亿了。同时间一个账号消耗了3400万左右的宝石。当然大家比较好奇的就是到底他们是花了多少钱。老实说这里我的计算呢不是特别准确，因为它有一些部队是使用加速去训练的，这里只有计算到宝石的消耗而已。但老实说我只是计算宝石的消耗而已，这里都已经开销了13.8万美金。而且只是一个账号而已，两个账号加起来都已经27.6万美金了。一个账号消耗了将近62年的加速，当然我这边计算呢不是非常准确，我觉得一个账号应该有消耗70年加速了，但只是根据这边的计算呢，这两个账号都已经消耗了120年加速说实话这个消耗真的是太夸张了。但是比较起他们上一次提升的战力呢，其实这一次真的是比较少一点了，而且是少了1倍左右，并且他们这个记录呢也不算是最夸张的，因为还有在之前土耳其大哥他在一天之内提升了15亿战力，这个才是最夸张的，一天就已经消耗了63万美金。我认为这个记录在短时间内应该是没有办法可以超越的。当然也是会有玩家想要问，这个土耳其20亿的大哥现在在干什么，他还有在玩吗？在之前他们是有说过什么大苹果计划，但是看到后续呢也是没有下文了，并且他的账号依然还在3278，而且是没有加入任何联盟的，这个击杀数好像也是没有提升太多。因为在上一次看到他提升20亿战力的时候，其实他的击杀就大概30亿左右，所以估计他应该是有1-2场 KVK 是已经开始没有战斗了，再加上最近也没有听到他太多的消息了，所以我也不确定他到底还有没有再继续玩。现在我们回来看 WoW 莱恩他的军器，在昨天的直播他只是展示一个账号的军器还有装备给我们看而已。第一个骑兵的军器有3个专属铭文，1个专精铭文，2个普通铭文，但是它的3维数值都有超过 30%。 第二个步兵的军器，但是它给刘彻使用的军器并不是拱形阵而是斜形阵，只有1个专精，其他全部都是普通铭文，数值也是超过 30% 了。它还有抽斜线阵的军器，这个是让我比较意外的，我很少看到有玩家会去抽这个军器，而且都已经有2个专属铭文，2个普通铭文了，3维数值就大概20多左右。工兵斜行阵的军器，这里有3个专属铭文，1个普通铭文，数值这边没有超过 30%， 但是所有伤害有 3.8%， 算下来也是差不多接近 30% 的数值提升了。步兵斜行阵的军器，很显然的他把比较好的步兵军器给关羽，
可能他也是意识到，如果邪行阵的专属铭文给刘彻的话是没有办法使用的，因为他是重击伤害统帅，所以他把2个专属铭文都给了关羽。这里还有包括3个普通铭文，数值也是超过 30%。第3个步兵邪行阵的军器，他给了菠萝头，他真的好多步兵邪行阵，只有2个普通铭文，但是这边的数值就比较低一点点。第2个骑兵邪行阵的军器有2个专属铭文，4个普通铭文，这里全部数值加起来其实是有 30% 的，但是最后一个是骑兵速度提升。工兵的军器也是邪行阵，有2个专属铭文，2个普通铭文，数值也是 30% 以上。另外一个工兵邪行阵的军器就没有这么好了，3个普通铭文，1个专精铭文，但是这里的数值也是差不多接近30左右。所以你们可以看他这个账号到底是有多么离谱，基本上每个军器的数值都是超过 30% 左右。根据他所显示的军器呢，总共是有14个专属铭文。再来就是装备的部分呢，其实这边也没有什么好讲啊，就是看他到底有多少个觉醒的装备而已。手头上是有8套装备的，剩下的一些装备都是比较零散一点的，几乎全部装备都已经觉醒了，除了领袖装备，而且他很多装备都是已经5觉醒了，可以说他的装备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弄了，但是他没有特意去弄远程的装备。那现在你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这2个账号就算是直接去围殴城市，而且是2亿的城市都没有事情了，不管是集结住房都是毫发无伤的，而且战报都是赚的。当然我们国际服的玩家知道这2位是如何战斗的，所以就觉得没有事情。如果是国服的玩家肯定会觉得说，哇，这2个人是不是疯子啊，他提升这么高的战力到底有没有用，会不会不敢阵亡部队之类的。 No， 你们不了解俄罗斯父子，他们的战斗方式就是随机建城，然后去到某一个玩家的城市旁边直接围殴人家的城市。目前我看到围殴记录最高的就是2亿战力的城市，他们都直接围殴。所以像960这样子的王国，大多数的账号都是1亿到2亿左右的战力呢，对他们来说是无所畏惧的。也就是因为他们战斗方式过于特别，就是直接去亲临人家的城市，就变成说他们阵亡的部队一直不断的在提升，目前都已经阵亡了 2.2 万左右，相当于22亿战力了。虽然这2个账号都是共生死啊，不过可以看到 Mr. Hope 的击杀数有稍微多一点点，他们的阵亡数都要快追赶上88了。各位要知道88的 ID 有7位数，等于这个账号已经在游戏中建立了5年，相当于6年的时间了。但是俄罗斯父子的账号是有9位数的，等于说他们大概玩了4年5年左右，这也是为什么看到他们的击杀数会比较少。当然他们在一开始战斗也不是特别凶，但是阵亡数都要快接近88了，所以88如果再不阵亡部队的话，很快就会被超越了。当然我比较好奇的就是俄罗斯父子会不会直接去围殴88的城市因为现在俄罗斯父子的账号只是1个账号就等于2个88了还有就是要看这3个账号到底在这一场 KVK 表现如何。严格来说这一次的 KVK 也算是88的复仇之战，为什么？因为之前88在2429那边也是对战俄罗斯父子，所以才会在这一次的外交中有特别注明到2377是他的敌人，永远的敌人。究竟88这一次 KVK 能不能够报仇成功呢？我们拭目以待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